我嫁入豪门这天，新郎逃婚了，他让我成了娱乐圈最大的笑话。但谁都想不到，3个月后他会跪下来求我，瑶瑶，我后悔了，求你别嫁给我小叔。婚礼进行曲播了一半，经纪人慌乱地告诉我，新郎还是没找到。沉寂了几秒钟，他小声而缓慢地猜测，齐艺该不会是逃婚了吧？我把精致的手捧花捏到了变形，他不会这样对我，他会来的。此时此刻，我依旧笃定齐艺是爱我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进了娱乐圈，我从名不经传的小配角被齐艺一路捧到流量小花的位子，他在我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如果不是因为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些。但我的经纪人不信。瑶瑶，你别傻了，他把我手机号都拉黑了，明摆着是不会出现在婚礼上了。这个渣男怕不是想坑死你？外面不知道哪来的一群记者，全堵在酒店门口。我去联系公司紧急公关，你老实待在房间，记住，千万别露面。经纪人走后，我反反复复观看我跟齐艺的聊天记录。昨晚临睡前，他明明还说，瑶瑶，明天我会给你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。才过去12个小时，人怎么说变心就变心呢？我不信。我愿意等他。擦干眼泪后，我还没来得及补妆，休息室外突然闹得沸沸扬扬，新郎不见了，新娘也不出来交代几句啊！敲门声越来越大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开门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闹事的人竟然是齐艺的兄弟。平常他们叫我嫂子，然而此时这些人的眼底只剩嫌恶。楚瑶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我们这群人还要不要再等下去啊？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录视频。我背脊一紧，语气过分卑微，再等等吧，齐艺待会就回来了，婚礼不能一个嘉宾都没有，太不吉利了。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戳中了他们的笑点。对面的几个大男人捂着肚子笑到眼泪狂飙。有，你的美梦还没醒，还在等着一哥娶你呢。你只是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发臭的烂泥，一哥可是天之骄子，他怎么可能看上你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知好歹。所以他们事先就知道齐艺不会出现。只有我像个傻子，满心期待着这场没有男主角的婚礼。蚂蚁咬骨头的滋味迅速席卷了我的全身，我边笑边哭，边哭边笑，哭到透不过气，仿佛呼吸都停滞了。这是哀莫大于心死吧？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？但那时候的我，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更残酷的还在后面。我恍若做了一场大梦，这场梦哭了3天，我还是醒不过来。第4天，经纪人忍不了，他把一堆 S 加剧本扔在我面前，情场失意，工作一定顺意。这些剧本你好好挑，到时候我们去冲3金影后。我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东姐重重叹了口气，楚瑶，你运气已经够好了，你的婚礼只请了几个亲朋好友参加，没人出卖你。再加上平常你低调，跟齐艺从未被拍到过，记者又没有实锤，这件事能过去了。连这爆炸性新闻都能被你躲过去，事业也没受到影响。你还有什么好耿耿于怀的？难道我的爱情不值得一提？我不信齐艺会这样对我，我就是不信。直到中午12点，回到公司紧急开会的东姐突然给我打来了一通电话。楚瑶，婚礼那天我不是叫你待房间别出去，你为什么总要自作主张？我跟了他2年，我从未见过他发过这么大脾气。我的心脏突突跳个不停，脑海中有些不好的预感。东姐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微信上他丢过来了一条视频，点进去一看，正是婚礼那天，我穿着婚纱，妆容全哭花了，还满脸卑微的求他们不要走。视频里的声音凄凄惨惨戚戚，再等等吧，齐艺待会就回来了，婚礼不能一个嘉宾都没有，太不吉利了。对面的看客一脸不屑，对我各种羞辱。视频到这戛然而止，紧接着热搜爆了。井号楚瑶隐婚暴露，井号楚瑶飞不上枝头，井号楚瑶倒贴，井号我包揽了娱乐版的前10条，全是黑热搜。同一时间，我的社交账号的评论区全部沦陷，粉丝质问我，楚瑶你才多大呀，就急着结婚？就算你要结婚，也找个爱你的呀，你就非要上赶着倒贴吗？楚瑶你赶紧退圈得了，恋爱脑，没有事业心，又蠢又笨，被人耍了还帮人数钱。大姐，我都懒得帮你洗了，前几天你公司发的单身公告合着是骗我们粉丝玩是吧？这时候黑粉也来浑水摸鱼，趁机踩我一把，说我带资进组，靠关系上位。更恶心的是，他们给我造 H 谣，说我读书时就跟男人同居，同时被几个男人换着包外。女明星惹上桃色新闻后，仿佛就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，所有人都想来踩一脚碾一下。仅仅1天，我变成了娱乐圈最大的笑话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遇人不淑，识人不善，所以我不可原谅。热搜看完了，如果不是公司做了危机公关处理，你现在早就被骂到自闭了。楚瑶，你多好的路人缘啊，现在因为一个男人全被败光了。
之前你要结婚我就不同意，哪有人先办婚礼再领证的？你跟我怎么说的？哦，你说你信他，这就是你信任的人做出来的事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了毁掉你，齐毅这个豪门少爷宁愿花费1年时间在你身边布局，你跟他到底有什么仇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公司因为我的事忙得焦头烂额，撤黑热搜，赔偿商务解约金，剧本换角，这一通操作下来，所有人都精疲力竭。你那些对家没一个善茬，他们几个联合起来，死咬着你不放，就是想把你所有资源全撕了。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种气，楚瑶，你说说你给我惹出了多大的麻烦？东姐眉头越皱越深，沉默了几秒后，她终于开口：你休息一段时间吧，我心知肚明，休息约等于雪藏。我呆滞地坐在酒吧里，把自己灌得烂醉，可意识却无比清醒。22岁那年，我进入娱乐圈，没有后台，没有背景，只能演演网剧。本来我认命了。23岁时，我认识了齐毅，他告诉我大伙靠捧，他要做我的资本，我只管好好演戏。果不其然，那年正午，山影所有的 S 加剧本都优先到了我手里，我也不负期待，接连爆剧，终于一跃成了流量花。本来我知足了。24岁生日时，齐毅突然向我求婚，我从未奢望嫁给他。对上我不知所措的眼神，他坚定地告诉我，结婚是对我的保障。他还承诺我们隐婚不会让我的事业受到影响。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蛊惑，甘愿卸下所有心防。结果呢？许我承诺的人将我推入深渊，践踏我，羞辱我，让我绝望，让我癫狂，让我歇斯底里，烈酒一瓶接着一瓶的下肚，喝到我眼前一片模糊，喝到我耳边传来了一阵阵嘲讽。哟，这不是楚瑶吗？在这借酒消愁呢。我摇摇晃晃抬头，朝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，我看到了齐毅。我的心脏猛然瑟缩了一下，实在痛得厉害，而他却跟个没事人一般。齐毅淡淡扫了我一眼后，收回视线，浑不在意地打了掸烟灰。多绝情啊！难道他以前对我的好，跟我在一起发生的点点滴滴，全是假的吗？我眼泪直直落下来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哑着嗓子问：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齐毅眸色极冷，想说什么，却又欲言又止。他的狗腿兄弟像邀功一样告诉我真相：因为你抢了倪景的男朋友，一哥跟你在一起，就是为了帮倪景出气。倪景是一哥最在乎的妹妹，你惹谁不好，偏要惹她，所以一哥才把你送上高台，再推下来，这样你才知道痛啊，倪景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此生还会再听到这个名字。他是我大学室友，也是我避之不及的噩梦。大二那年，倪景的妈妈嫁入了豪门，女贫母贵，她成了豪门千金。知道倪景的身份后，全校男生都在猛追她，她却只喜欢对她爱答不理的校草。为了帮她追校草，全寝室都在出谋划策。1个月后，倪景终于如愿以偿地跟校草在一起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们恋爱不到3天，校草竟提出了分手。之后，校草不动声响地去了国外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倪景却对我恨之入骨。他说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接近你，楚瑶，你们太让我恶心了。这也是倪景在大学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自此之后，他对我进行了长达1年的霸凌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，可我不敢和他对抗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我原以为毕业了我就能解脱了，可我实在想不到他恨我恨到这个地步。而他的继兄为了让他消气，不惜用自己做诱饵，一步步引我上钩，再将我推入深渊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也许是被刺激到麻木了，我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。沉吟几秒后，想要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他们不是想看我笑话吗？那就让他们看个够吧。我毕恭毕敬地站在齐毅面前，扬眉喊道：齐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惹了您妹妹，我错了，我向您道歉。齐毅眉头一皱，冷冷扫视我：我教过你，道歉要跪着。齐毅说出这句话时，我心脏仿佛被人狠狠刺了一刀，痛至碎裂。因为很久之前，在芭莎慈善晚会上，他也说过这句话，只不过那时是在为我解围。芭莎慈善夜开场前，我的礼服被女演员杨乐琪买通化妆师恶意剪破了。碰巧的是，备用礼服的品牌也在当天被爆出抄袭的丑闻。顶级红毯于女明星而言，是艳压和抢资源的厮杀战场。一旦穿错，我的时尚资源将会一落千丈。我慌得不成样子，生怕自己出糗。齐毅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消息。不到半小时，他便带着 Yuna Surginko 的高定礼服出现在了我的化妆间。那天晚上，我艳压群芳，竟以一己之力让死气沉沉的内娱活了过来。吃瓜的吃瓜，科研的科研，粉丝一路暴涨。卧槽 ，Yuna Surginko 高定从不借给新人。楚瑶是什么来头？他怎么拿到这件礼服的？
据内部消息称，这件高定是他豪掷300万买下来的。这不就是豪门小姐下凡拯救内娱吗？这位姐又美又好，我要粉她。甚至还有人猜测我就是2023年的那位紫微星。总之，红毯上我出尽风头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也成了新晋的时尚宠。当然，蓄意害我的杨乐琪下场就没有那么好了。齐毅利用资本强制剥夺了他所有的资源。短短1天，杨乐琪在圈内被联合封杀了。见识过星光的人，又怎么甘心回到黑暗呢？杨乐琪便不甘心，所以他肯低头跟我道歉。他来找我的那天晚上，齐毅也在。楚瑶妹妹，是我心术不正，手段卑劣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，我被封杀，我就完了。杨乐琪哭得梨花带雨，齐毅就这么无动于衷，带着压迫感地盯着他，说道歉要跪着才有用，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杨乐琪震惊又怨毒的眼神，他伸出手指，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，楚瑶，我就算被永久封杀，我也绝不可能向你下跪。你跟这么危险狠毒的人在一起，你以为你的下场能比我好多少？不信的话，我们走着瞧。杨乐琪确确实实是个乌鸦嘴，不到半年，我的结局便被他猜中了。我为什么不早点相信他呢？不对，并不是我不信他。我清晰地记得，他走后，我抖着嗓子问齐毅：“你以后也会这样对我吗？”他是怎么说的？他把我抱在床上，一边用修长的手指在我脊背上慢慢游走，一边慢条斯理地吻过来。永远不会，所以我今天这个下场就是他口中的永远不会。我恨死他了，我恨不得将他拆骨入腹。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冷血无情、狠毒阴险的人呢？他把我骗得团团转后，还逼我跪着道歉，恶心，实在恶心。他说完这句话后，就连他兄弟都傻眼了。卧槽，一哥，都说日久生情，你都日，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这是半点情分都没有啊！啧，不愧是我一哥，果然对爱情过敏，真他妈拽炸了。不过她长得那么漂亮，还真让她跪啊！我都有点怜香惜玉了。你要实在不喜欢她，要不……齐毅的眼神很淡，甚至有点冷。闭嘴！徐成立马噤了声。我愤怒地盯着齐毅，恨不得把他脸上盯出大洞来。他不是非要我跪吗？行，我跟被封杀的杨乐琪不一样。为了5斗米，我能把腰折到地上去。我攥紧了手指，仰着脖子问：是不是我跪完了，你就可以把我的工作还给我？齐毅强劲的胳膊拦腰横在我腰腹，一勾将我拖到他对面。他凉薄地勾起嘴角，歪头在我耳廓一字一句：你做梦！我是不聪明，但也不算傻子。齐毅既然不肯帮我反转舆论，我为什么又要对他下跪求饶？他当我贱吗？我冷漠地看着他，我们之间既然不能一笔勾销，我就不打扰齐总的雅兴了。您继续找乐子，我们来日方长。话说完后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还能依稀听到徐成的声音：一哥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小白兔突然不一样了？这波看似你赢了，但我怎么总感觉他要报复回来？出了酒吧以后，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。其实我的脑子早已经乱成了一滩浆糊。我跟齐毅之间向来都是云泥之别，他永远是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豪门少爷，而我只是任他欺辱、玩弄的蝼蚁。所以我该怎么报复他呢？许是想得太投入，我竟撞到一堵人肉墙上。我揉着发痛的鼻子，满眼泪光地抬头，一张极其俊美且冷厉的脸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我呆滞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脸廓明晰，线条细致，一双清润的眸子恍若雪山上的溪涧，看似清冽，却能令人通体生寒。就算是在娱乐圈，她也是顶级美貌的存在。但奇怪的是，她的面容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。我憋住呼吸，冒犯地问他：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男人漫不经心地勾了勾唇，说：我是齐毅的小叔。我的心脏猛地抖动了一下，怎么哪都有齐毅？我攥紧了拳头，扭头就走。等等，小叔，他就是齐毅常提起的小叔齐燕。我脑海中突然涌现出齐毅说过的话，我那位小叔才是齐家真正的继承人，跟他比起来，我不算什么，所以这叔叔是齐家继承人。我瞬间清醒，我做了一个大胆且离谱的决定，我要利用叔叔压制齐毅。我不相信会有哪个男人拒绝对自己投怀送抱的女明星。借着酒劲，我故意搂住了齐燕的腰，我仰着头，娇娇怯怯地问：叔叔，是过 one night stand 吗？齐燕眼神冷冽而清醒，带着深沉的探究。你喝醉了，我让齐毅来接你，我像有肌肤交可证一般攀着他。我们分手了。他眉头松动，神态慵懒地扫了我一眼。8点半我有个会要开，8点结束。我迷茫地盯着他，一脸疑惑。齐燕尾音轻飘飘地上扬，带着一股凉意。还剩3个小时，你在等我主动。齐燕喜欢喝茶，对茶艺颇有研究。
他慢条斯理地从茶罐中取出嫩芽，用修长的手指轻轻拨弄，嫩芽一抖，全部散落在水中。他先是用温水轻柔浇灌，等嫩芽吸满汁，颜色通亮的时候，他竟一下注入滚烫的开水。许是水温太过灼热，嫩芽不停翻涌颤抖，经过几番挣扎后，香气才慢慢侵入心脾。再喝一口，齐燕摩挲着我的手心，难得多说了一句话。我累得眼皮都抬不起来，只剩下娇弱的抱怨：“叔叔累。”齐燕无视我的哼哼唧唧，强势地扣着我的下颚往上一抬：“乖，我喂你，不容拒绝。”他眼中翻涌的暗色越发浓重，几乎将我压得喘不过气。见我温温软软的讨饶，齐燕在我耳边散漫地发出一个鼻音，撩拨人的意味十足，真是娇气。夜色如潮水般退去，睁眼时，橘红色的太阳透过窗帘照到屋内，刺眼得很。再睡下去就不礼貌了。我揉着腰，艰难地坐起来，发现身体干净清爽，上身还穿了一件墨色绸缎上衣，男士的，宽宽松松，刚好遮到臀部，仿佛一动就会走光。太太太过色气，齐燕喜欢这样。我心里一咯噔，双脸越来越烫。我赤着脚打开房门，发现齐燕正在客厅开会。她坐在沙发上，身形纤瘦颀长，白衬衫衣领微长，禁欲感十足，眼睛因为逆光微微眯着，显得十分冷淡。酒精失效后，再次面对她，我心里倒生出了几分尴尬。齐燕慢条斯理地掀开眼皮，直勾勾的眼神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慌张地别开脸，不敢看她。过来，我还没走过去，就听见桌子上电脑那头的人发出疑问：“总裁，你是叫我过去吗？”原来他还在开会。我绞着衣摆，想赶紧逃。齐燕却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：“没有，家里养了只小猫，让它过来蹭蹭。”会议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她的眼神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，直勾勾的。散会，齐燕慵懒地滑动着手机，看不出来表情。我坐在她对面，已经喝了3杯水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后，她才抬头。男人俊美无愁的脸凑映入我眼帘，我下意识深吸一口气。无论什么时候看他，都会被惊艳。他探究般的目光扫过来：“你的游戏结束了。”他指的是一夜已经过了。他骨节分明的手有节奏地敲在桌子上，听得我心里发毛。我咬着嘴唇，眼一闭心一横，要不要换个游戏？齐燕轻声靠近一些，黑眸染上了一丝玩味。你要玩什么？我难以启齿。我像个鹌鹑一般垂着脑袋，纠结万分，终于支支吾吾地说出：“我想做你的情人，不要名分。”明明齐燕总在温温柔柔地笑着，我却怕她怕得厉害。如果不是为了压制封杀我的起义，我必定不敢招惹叔叔。齐燕喝了一杯水后，眯着眼睛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不能实话实说。他是齐义的叔叔，怎么可能帮助外人压制侄子？我该找什么样的借口让他心甘情愿地保护我呢？我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嘴中已经振振有词：“因为我喜欢你，救命！我们才认识1天，我为什么要撒这个谎？”齐燕神色一怔，她眼神复杂，拧着眉头，再次确认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像只小兔子，慢慢扑到她怀里，眼神晶亮，略带无辜：“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亲近，我是演员，演员是可以演戏的，反正我编不出别的理由。”齐燕被我顾得太紧，整个人坐在这里，身体僵硬的就像是活化石。我在她怀里蹭了蹭。我从来没有跟别人玩过这样的游戏，你是第一个，这是实话。但我必须跟你承认，在你之前，我跟齐义好过。对不起，男人都有处女情节。我以为齐燕也有，但她只是慢条斯理地勾走我嘴角的碎发，温柔地笑了笑。没关系，取悦自己的身体是你的权利，这没任何值得抱歉的。我呆滞地张着嘴，鼻子莫名发酸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。好像这一刻什么都不一样了。我向齐燕自荐枕席，成了她的情人。东姐知道后，亲自开车把我接回了公司。她轻责了一路，眼神时不时落在我身上。等我抬头看她，她又很快转移了视线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楚瑶，我没想到你会走出这步。我跟齐义在一起，那是名正言顺的谈恋爱，跟叔叔则是永远见不得光。所以你想说我自轻自贱、自甘堕落？东姐深叹了口气，一个齐义就把你害得遍体鳞伤。我只是担心这位齐家继承人，你更是惹不起。我没办法，如果可以好好活着，谁又想当狗呢？我不得不将跟你紧的过往以及跟齐义的牵扯一股脑的倒给东姐。东姐听完后，整个人愣住了。等后面的司机长按了一声喇叭，她才缓过神来。她被气到头顶冒烟。这些人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凭什么在学校要这样欺辱你？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哪里像未出社会的学生能做出来的事？我从6岁开始学跳舞，以北舞第1的成绩入校。老师说，楚瑶，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最顶尖的舞者。结果
大三期末汇演时，因为舞台事故，我的左脚肌肉撕裂，断了跟腱，一时之间连站起来都难。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追问医生，我以后还能跳舞吗？医生冷漠地开口，你还想着跳舞呢？能不能站起来都得看看你的意志力。我心脏痛到无以复加，可能我这辈子也不能跳舞了。这个消息比让我死了还难受。就在我痛不欲生时，你警来医院轻飘飘地说，楚瑶，这次是我给你小小的教训，以后你再敢惹我，我会弄死你，这是小小的教训。他说这是小小的教训。那时候的我实在太软弱了，我不知道该跟他怎么抗衡，所以我就这么承受了。我只想躲他，躲得远远的。我以为躲着他就好了，直到几个月前，我发现齐毅是他哥哥，齐毅跟我在一起就是帮他报复我。我这才明白，无论我怎么躲都没用，这个女人不会放过我。索性我也不躲了。他跟齐毅不都想毁了我吗？那就让我们来正面对抗。跟了齐燕之后，不用他出面，公司也会给我顶级的资源。离我被全网黑才过去3个月，我就官宣了新电影，男主角是国民弟弟，养成系顶流。结果网络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，各种正义网友倾巢而出，不想弟弟跟我有交集。弟弟工作室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接这部戏？楚瑶刚隐婚曝光，私生活还乱得很，网上都是他的黑料，跟这种人演戏多脏呀！楚瑶，我警告你，离我们的弟弟远一点，你不配跟他演戏。弟弟演戏都不看对手演员吗？建议工作室内部调整，让拖后腿的废物快点离开。东姐告诉我，齐毅看到你满血复活后，又在操控舆论，不到10分钟，营销号一窝蜂的下场，统一文案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弟弟的荧幕初吻将会献给楚瑶。弟弟方本来不同意接这部剧，但拗不过资本，粉丝暴怒。楚瑶的资本到底是谁呀？她不是已经被齐家公子甩了吗？这个女人太歹毒了，竟然还想染指我们的弟弟。不能让他一手遮天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一起闹，要让资本看看，观众要的是好演员，而不是关系户。这些言论把东姐气得够呛。齐毅的资本介入，我们公司根本无法跟他抗衡。楚瑶，你要不要跟齐总说一声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怕齐燕看到那些绯闻，所以我宁愿自己解决。不用了，东姐，我有办法。粉丝要闹，让他们闹好了。我扫了一眼热搜榜，我的黑热搜又占据了文娱榜的前5条。井号楚瑶资本，井号楚瑶隐婚复出，井号楚瑶带资进组，井号这架势像极了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。被挑动的粉丝，有的正主跟我甚至没有利益相争，他们被舆论引导，就是觉得我不堪。我的对家忌惮我的流量，生怕我崛起，所以他们联合在一起讨伐我。这些粉丝是出于正义吗？不是，他们是要搞垮我，让我彻底消失在内娱，别出来挡道。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下场，以钱谋私。这些人烂透了，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桃色新闻对女明星的伤害，还偏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引导舆论风向，把我伤到头破血流，逼我退出娱乐圈。东姐气到眼睛冒火，不停地用小号回怼，我看你们抓周用的是键盘吧？楚瑶能得到这个角色，明明是自己是戏市上的，你们只听营销号乱说，一点自我意识都没有。你们看到剧本了吗？电影上映了吗？凭什么就因为剧知情人透露有吻戏这几个字就来网暴无辜女演员？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男演员宽容，对女演员如此苛责，用莫须有的桃色新闻毁掉一个女明星，真是下作无耻。楚瑶做错什么了？她没惹你们任何人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我只是谈了一段错误的恋爱。这几天我再次被黑得体无完肤，公司准备帮我买水军控评，东姐也想发布告黑声明，统统被我阻止了。我就是要这件事闹大，闹到我路人盘彻底崩塌。舆论战的第4天，东姐再也受不了了。楚瑶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呀？你再让舆论发酵下去，哪有商务敢找你对接？你那新电影官微评论区全是黑粉控诉，这点破事也能让网络狂欢3天？内娱真是要完了。我先是在社交平台上真诚地向粉丝道歉隐婚这件事，再逐一辟谣抢别人男朋友，私生活混乱，吃男演员豆腐，被包养，声明刚发出来就被黑粉冲了。他们拿出所谓的证据，说我撒谎，再一次对我进行网暴。你还能接到剧本，就是资本给观众强行喂降，就是资本不尊重观众。楚瑶给我退出娱乐圈。这会儿天气处突然阴沉沉的，云层压得很低，天气阴暗的可怕。不过再可怕也没有这场网络暴力可怕。骂吧骂吧，骂得越疯越好。要我退圈绝对不可能。我整理好妆容后，亲自去了张导家。被佣人领进去后，我发现齐燕正在气定神闲地喝茶。本来我气势汹汹地走进来，一看到他，我仿佛变成了遇见猫的老鼠。他
他的眼睛像是带了电，我头皮跟着发麻，忍不住直盯着他。张导咳了几声，一脸八卦地问齐燕：“怎么着？你认识我这部剧的女主啊？”齐燕放下茶杯，不轻不重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她是我的女朋友。”被惊住的不只是我，还有张导。可能齐燕只是维护我的自尊心，才说出这个女朋友这个称呼吧。不过女朋友确实比情人好听。我心脏砰砰跳，偷偷瞄了他一眼。他眼睛半合，藏住了一半的星光。张导瞪着眼睛看看我，又看看齐燕。反反复复几次后，他才缓过神来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没见你身边出现过什么女人，你竟然一声不吭的找了个女朋友。震惊完，张导和蔼的看着我。不过楚瑶这姑娘也挺好的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智商有相貌。齐燕点点头，确实，我还是有点智商的。我明明白白的说出了今天来找到张导的目的。张导，我想找你要试镜视频。张导轻啧了一声，今天这是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你们俩都来拿这个？齐燕的手指在椅背上敲了两下，她一抬头对上我震惊的眼神。走吧，我已经拿到了。难道他跟我想到一块去了？之所以我会放纵舆论，就是等着触底翻盘。网友现在对我的控诉全是一个方向：盖资进组，背后有人。但《折扇》这部戏确确实实是我亲自试戏争取来的女主角。我要做的是，在网友最恨我的时候，对我污名化最严重的时候，拿出直接证据，让谣言不攻自破。让黑粉闭嘴，让粉丝怜爱。折扇是维和军人跟战地医生的故事。我试的那场戏正是军人牺牲在祖国边界，我带着他的身体回到国家。那场戏演完，除了我之外，片场的人都哭了。导演喊完卡，我才体力不支地倒在地上，撕心裂肺的痛哭。张导蹲下来问我：“你为什么现在才哭？”我坚定地告诉他：“他是国家的英雄，是人民的英雄。在被国家接待的时候，我是为他自豪的。在难受，在想哭，我都得忍着。可是镜头之外，我只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。软弱、痛苦，这些消极的情绪怎么控制得住呢？”张导欣赏地看着我，当即宣布：“楚瑶是吧？女主定你了。”拿到这段试戏视频后，我不慌不忙地发布在社交平台，黑粉全傻眼了，路人后知后觉。卧槽，楚瑶这明显是实力派啊！这场戏把我都演感动了，这不就是天选女主吗？谁他妈说她带资进组啊？明明是她自己试戏时来的角色，还把她挂在热搜榜上骂3天，我都对楚瑶怜爱了。这场网暴对于楚瑶来说真是无妄之灾呀！美女太惨了，娱乐圈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好演员啊？当然也有不死心的黑子，他们嘴硬道楚瑶之前隐婚欺骗粉丝也是事实啊，她根本就不在乎粉丝，我的真爱粉们被虐到逆反了。隐婚楚瑶已经道歉了，你来带什么节奏？你账号里面没有一条关于楚瑶的消息，你装什么粉丝？之前我们只是对楚瑶恨铁不成钢，大美女现在好好搞事业，谁黑她，别怪我问候谁祖宗。我真是见识到了内娱的可怕，每次楚瑶上热搜，几十家营销号就开始传播造谣，所有营销号下面都是黑子，恨不得要把她进猪笼。楚瑶真是被黑得太惨了，你们看她上午发的解释声明，里面全是污言秽语。如果不是网友骂太难听了，她根本就不会拿出这段试戏视频吧。井号心疼楚瑶，井号怜爱美女，井号美女就要好好搞事业，井号我终于有了正常词条。一时之间，风向全部逆转，所有荒诞的谣言就此结束。我乐呵呵地捧着手机，得意在齐燕面前炫耀了一番。你看我还是有智商的吧？齐燕戏谑地笑了一声，有点，但是不多。舆论都已经翻盘了呀，哪里不多吗？这句话说完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我在撒娇。齐燕伸手把我捞在怀里，直直地盯着我的嘴唇说：“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就是没有智商。”我低垂着头，有余光悄悄打量她。我不想麻烦你。齐燕眯着眼，用修长的手指抬起我的下颚，有资本不利用，你是不是傻子？我迷茫地眨巴眼睛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她拢起我的手指，捏在掌心，不要怕麻烦我。遇见你，我就是天生为你准备的。月亮的光束穿透玻璃，落在齐燕脸上，她就这么认真地看着我，笑呀笑。齐燕仿佛是天边高高挂起的一轮月亮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她不是我的月亮。可是这刻，月光照在了我的身上，我仰望着齐燕，无数次感叹：为什么我先遇见的不是她呢？舆论战结束后，我进了折扇剧组，没想到开机第一天，我就在片场见到了齐艺。我原以为自己恨透他了，可再次见面，我才发现他在我心里已经变成了陌生人。我所有的情绪波动在此刻都跟他无关了。他冷冰冰地朝我走来，我平静地抬眼望过去。就在我们擦肩而过时，齐艺停了，他歪头，眼神落在我脸上。楚瑶，听说你跟我小叔在一起了？我未作答。他继续追问：你为什么要招惹别人？齐艺双拳砸在了墙上，我被他禁锢在怀里，头皮一阵阵发麻。
说话被逼得没办法，我眼睛一闭，因为我喜欢他。奇异的拳头捏得嘎吱作响。楚瑶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声音很轻，莫名透着无助。我奇怪地皱起眉头，再往后移了一步，重复道：我喜欢叔叔，我喜欢齐燕，我怕奇异录音。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奇异本来就不是君子，他总喜欢用最恶劣的手段对付我，让我无路可退。这一次我必然不中计。奇异听到我的回答后，脸色立马冷了下来，风雨欲来之势，吓得我想立即逃跑。他拽住我的手臂，眼神落在了我的嘴唇上，不到1秒，他便轻身过来，狠狠咬住我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立马推开他。奇异，我现在是你小叔的女朋友，你离我远点。也许是我眼神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厌恶眼神，把他刺激到了。奇异停了，他忽然捂着胸口，大声咳嗽，像是要把心都咳出来。静默几秒后，奇异抖着声音喃喃道：瑶瑶，我要出国了，带着倪景一起。我很意外，又很庆幸，以后再也没人会像他这样伤害我了。奇异伸出手，一如往常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抬手间，我在他身上嗅到一股熟悉的栀子香。我是愣了愣，有几分茫然，应该是错觉吧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只看到他慢慢地往前走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，心里却毫无波澜。拍完今天最后一场戏，回到酒店后，我发现齐燕来了。齐燕是个极其克制的人，不会允许自己过界，1个月也只会来找我这么一次。所以看到他出现在酒店时，我挺意外的。我一进房间，他就欺身过来。奇异，今天来找过你，叔叔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，他亲了你，继续下移，按住我的腰。碰过这里吗？解开纽扣，炙热的呼吸划过肌肤。他的眸色越来越深，还是都被碰了。我咬着唇，慌张辩解，没有。撒谎，毫无疑问，他在宣示主权。直到我身上沾满了他的味道，他才肯罢休。原来一向温柔的叔叔也会失控。我扑哧笑出声来。齐燕捉住我的手指，又亲了过来。我讨饶道，他碰了一下我的嘴唇，就被我推开了。齐燕的微笑逐渐凝固，他单手枕在脖子后方，声音放低了好几个度。瑶瑶，我从来没有跟别人玩过这么荒唐的游戏。他的语气特别悲凉。你是第一个，他继续补充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他突然轻身过来，深刻的五官在我眼前无限放大。四目相对间，齐燕突然叫我全名。楚瑶，我能不能也是你的最后一个？他手扣在我颈后，祈求道：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从脊椎一直窜上头皮。我用手捂住嘴，眼泪悄无声息地坠落。我哭得不成样子，我想好好回答他，却语不成句。但齐燕听懂了，我望着他眼里自己的倒影，这才明白，我不必去摘月亮，月亮也会奔我而来。这天晚上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夜晚的第2名，第1名是以前他救赎我过去的夜晚。他说取悦自己的身体是你的权利，这没任何值得抱歉的。第2名是现在他照亮我未来的夜晚。他问楚瑶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我想我会永远跟他在一起。番外1，漂亮人生。齐燕越来越喜欢黏着我，3天2头往我公寓跑，所幸后来直接搬进了我的公寓。我刚是新戏回来，头发湿漉漉粘在一起，也没化妆。一打开门，就看到齐燕眼睛亮晶晶的对我笑。不叫我不自然地低着头，小声地叫他叔叔。我在他面前总想时时刻刻是完美的，我并不想让他看到我素颜的样子。过来，我一头扎进他怀里，瓮声瓮气地说，我没化妆。齐燕轻轻笑了笑，他伸手抬起我的下巴，我捂住脸。我看他像是有意捉弄我。我哼唧了几声，反抗无效后，乖乖松手。跟他四目相对时，我脑海中忽然炸起了烟花。他盯着我的嘴唇看了几秒，突然凑过来吻我，冰冰凉凉的，好软。我眨巴着眼睛，心跳快到无以复加。不知道我哪来的胆子，突然咬了一下他的唇，很想知道是什么味道。叔叔停住了，大概停了1秒，他又凑过来，搂着我极致热吻。我在他怀里凌乱的喘气，他勾着我嘴角的碎发，莫名笑了。我耳尖都烫得要命，有些不知所措地问他，叔叔，你笑什么？我怕他觉得我的素颜不好看，所以嘲笑。结果他干净的声音在耳侧响起，你好漂亮。他说完我都愣了，还好他笑了。于是我的漂亮人生开始了。番外2，奇异日记。2020年7月8日，父亲年轻的时候不满家族联姻，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。那女人是我妈。他结婚那天，我妈生了对龙凤胎，但父亲只把我带回了家。今天父亲跟阿姨离婚了，他把妈妈重新找了回来。躲在妈妈背后的女孩年龄跟我一样大，却瘦瘦小小的，她叫倪景。父亲说这是我的亲妹妹。
父亲还说，让他们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，是我们欠他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弥补他们。2020年7月9日，倪景被家里宠成了小公主，她要什么，所有人都会满足她。不过她倒是挺乖的，没有过分要求，有个可爱的小妹妹也不错。2020年10月5日，倪景突然性情大变，医生说她有精神障碍，换言之，她变成了疯子，极其暴怒，行为不受控制。我劝她休学，她死活不肯，她哭着求我别把她关起来。好端端的妹妹开始整夜的睡不着，不断自我否定，我心都碎了。2020年11月6日，我去学校调查，发现倪景是被渣男抛弃了。渣男接近她，只是为了利用她，接近她的室友。她的情感遭受了巨大刺激，直接导致精神崩溃。谈个恋爱就会把人变成这个鬼样子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医生说，因为妹妹的童年过得太过凄苦，她的性格本来就比正常人偏激。再加上这次冲击太大，他走不出来才会崩溃。所以我该怎么救妹妹呢？2020年12月10日，我时常观察倪景的室友，他倒是无辜的，并不是倪景口中的抢男朋友的坏人。可在倪景面前，我不能帮他开脱，开脱只会害了他。2020年12月20日，倪景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。只要他看见那个叫楚瑶的室友，就会想到男朋友的背叛。他开始不受控地伤害楚瑶，但伤害完楚瑶后，他又会自残。我们是龙凤胎，我们之间有心灵感应，我知道他有多痛苦。那天倪景说，哥，楚瑶被我害得再也不能跳舞了。我仿佛耳鸣了，楚瑶是很优秀的舞者，我曾做过她的观众。她在台上踮起脚尖，做出流头式的旋转，左臂绕头扶颈，轻盈飘然的姿态似展翅待飞的天鹅，美到让我惊艳。她不能跳舞了，她这辈子再也不能跳舞了。我举起手，恨不得打醒倪景，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倪景自责地抱着头靠在墙壁上，嚎啕大哭。他说，哥，我错了，我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把我送去医院吧，我求你把我关起来吧。2020年12月24日，倪景的情况很不好，医生说他心理障碍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不该刺激他，可他毁了别人的梦想呀。妹妹，如果你是清醒的，你告诉我哥哥该怎么做。2020年12月25日，我默默垫付了楚瑶的一切医药费，还给了他一大笔钱。我知道这样也弥补不了他，就当我是赎罪吧。2021年2月2日，大4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把妹妹送到医院，让她接受治疗。妈妈却怪我狠心，如果你再把你妹妹送进精神病院，你就把我一起送进去。你妹妹从小吃了这么多苦，你还要让她再这样遭罪，这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黑心的哥哥？你不是人。他把倪景放了出来，倪景也变乖了。妹妹，你答应哥哥一直这样乖乖的好不好？2021年6月30日，大4毕业后，倪景再也不用见到楚瑶了。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好，连管家都说，从前那个可爱乖巧的妹妹又回来了。我以为她会一直这样，直到某天，妹妹在电视上看到了楚瑶，她摔了房间里一切能摔的东西。她双眼通红，大声咆哮，是她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，她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我不好过，她也不能好过。我恨死他了，我实在忍不住说出真相，把你变成这样的不是楚瑶，是渣男和你自己。倪景不信，他不依不饶，他开始求我，哥，你去追楚瑶吧，你把他追到手，我再也不闹了。这一刻，我感觉体内的血液在疯狂地奔涌，不管这么深呼吸，都像是在沸水中挣扎。我甚至有丝庆幸，我竟然同意了。2021年7月30日，我和楚瑶在一起了。2021年8月1日，楚瑶好傻。2021年8月10日，楚瑶拍戏被狗咬了，晚上派徐成，我发小去咬导演。2021年8月14日，楚瑶最近怎么不理我了？忙起事业来就不要我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剧组刷刷存在感。2021年8月15日，徐成现在都敢笑话我了。一哥，你怎么笑得像朵花？是不是我瑶瑶姐给你发信息了？哥哥，你别笑了，我害怕他哪来这么多的话，他以前是宦官出身吧。2021年8月20日 ，Hermes 新到的短吻鳄包给瑶瑶送去。一哥，你看看你这不值钱的样子，我瞧不起你，徐成这狗东西还敢说我，偷偷给他记一笔。2021年12月30日，瑶瑶是湖北人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时，就看到他在鬓上别了一只栀子花。他说，在他家乡那边，只要到了栀子花开的季节，每个女人都会往头上别一朵花，这代表降服锐气。他说这话时，我看到他瞳仁里都是星光。既然他这样喜欢，等我们结婚后，我一定要送他满园的白栀子。2021年1月30日，我和瑶瑶要结婚了。瑶瑶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。2022年2月1日，倪景把他跟楚瑶的过节告诉妈妈了。
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发这么大脾气。她警告我，你敢跟那个女人结婚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你姐也在逼我。哥哥，你明明答应我，只是玩玩她，你为什么会爱上她？我不准你把她娶回家。父亲求我牺牲自己，救救妹妹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逼我？难道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弥补他们所有人？我把自己关在房间，抽了一天的烟。房间烟雾缭绕，空气稀薄。我闭上眼睛，躺在床上。从这刻开始，我的世界再也没有光了。2022年2月5日，在酒吧碰见瑶瑶了。她问我为什么这样对她。我太了解瑶瑶了，我知道她说这话时是准备破罐子破摔了，所以我故意刺激她。我想让她恨我，我激起她的斗志，让她找我复仇。瑶瑶，我痛苦没关系。瑶瑶，你能不能好好的？你一定要来找我复仇，求你了，瑶瑶。2022年3月10日，我知道网络上的舆论是妈妈的手笔，可笑，我连我的女人都保护不好。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他们才愿意收手？2022年4月5日写他妈不写了。2022年6月20日，齐彦叔叔来我家了，他命令我把倪景带去国外治疗，没治好不用回来。我只说了一句话，求你对楚瑶好点。早在4月5号那天，我就知道叔叔他跟瑶瑶在一起了，他永远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。2022年6月21日，我在院子里种满了栀子花，我每天坐在花前发呆，我多想带他来看看，可惜不能了。2022年6月30日，我好像也生病了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的心脏就像被一根根带刺的藤蔓紧紧绕着，痛得让我窒息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2022年7月29日，我要带着倪景去德国了，叔叔在那边帮我安排了全世界最好的精神科医生。走之前，我没忍住去瑶瑶的剧组探班，栀子花就藏在我的衣袖里，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，却不能为她在鬓边别朵花。2022年7月30日，今天是跟瑶瑶在一起的1周年纪念日，我带着倪景去了国外，我留下了满园的栀子花。我想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闻到白栀子了。